目前，俄乌双方仍在顿巴斯地区展开激烈争夺。俄方在北顿涅茨克市开放人道主义走廊，据称只有1人撤离。俄方指是乌方阻止了平民撤离。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再次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和北约不断在乌克兰问题上玩火，这十分危险。俄罗斯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避免局势升级。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除了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还宣布了一项新的对乌克兰的10亿美元安全援助计划。此外，他还表示将向基辅拨款2.25亿美元，用于提供额外的人道主义援助。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声明中，泽连斯基感谢了拜登的支持以及对国际安全的协调。美国务卿布林肯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周三也进行了通话。库列巴在推特上表示，他在感谢美国援助的同时，强调乌克兰迫切需要可以更加定期交付的更多重型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由美国领导的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会议期间，公布了最新安全援助计划的明细。And I'm especially pleased to be able to announce to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vide an additional $1 billion 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for Ukraine. 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本轮对乌额外安全援助分为2部分，其中价值3.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由拜登直接批准，并从国防部库存中调取，包括18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3.6万枚炮弹、18辆榴弹炮牵引车，以及与美方此前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适配的弹药等。其余价值6.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由美国国防部向军工企业采购，包括2套用于海岸防御的鱼叉反舰导弹系统，这是美国首次为乌克兰提供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美国政客新闻网援引国防部官员指出，鱼叉对于提升乌克兰的海防能力非常重要。由五角大楼发言人转任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的科比周三表示，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已经12度军援乌克兰，累计承诺的安全援助金额有约63亿美元，其中2月份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的美国军援占56亿美元。虽然美国和北约不停许诺要给乌克兰更多武器，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兑现。在周三的北约防长会议上，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一开始就列出了一长串当前急需的军备清单。乌国防部副部长玛丽亚尔日前也透露，西方承诺的武器只兑现了10%。在同一天的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对乌军援是否不符要求且太少太迟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武器系统能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如果乌军正确使用美国和其他盟国提供的武器系统，他们应该能够消灭大量的目标。对于只兑现了1成武器的问题，防长奥斯汀则对该数据的来源表示怀疑。他表示，战争中的武器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自己理解乌克兰人的想法，美国将努力争取让乌克兰得到所需要的一切。